歼20与 F-22 作为中美两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五代机，在性能方面到底谁能够更胜一筹呢？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歼20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生产的五代隐身机，其从研发到投入使用仅仅用了9年的时间，创造了五代机研发、生产、投入使用最快的世界纪录。与此同时，歼20还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压翼设计的隐身五代机。自从正式面世以来，歼20与 F-22 等世界先进战机到底孰强孰弱的争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那么歼20与 F-22 相比，到底谁更强呢？美国的自我评价可以说是很到位了。首先，从这两款五代机的机动性能上来看，歼20是占据一定的优势的。F-22 的机动性在此前一直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其配备了强大的 F119 发动机，而且这款发动机还具备有矢量推进功能，可以让 F-22 进行过失机动。而歼20很显然因为发动机的原因，在这方面要比 F-22 低上一个档次。虽然说压翼的加入有助于帮助歼20提升整体的机动性能，但是只是提高了在大仰角条件下的可操控性能，而不是像 F-22 那样的过失速机动。因此在两种飞机近距离对决的时候， F-22 就可以首先实现机头转向锁定歼20。但是在决定飞机机动性能的其他两个关键因素翼载荷与推重比上来看，歼20的翼载荷为340千克每平方米，而 F-22 在这一点上要稍微的弱一些。另外，从推重比上来说， F-22 的正常起飞重量在29吨，而歼20只有25吨，两者相差了4吨。而这两型飞机采用的发动机推力差距大概在60千牛左右。也就是说，如果 F-22 不是用矢量推进，那么这两种飞机的机动性能相差不大。但是如果在大仰角的状态下，歼20的压翼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F-22 则只能通过发动机来完成，这样就会损失相当一部分的推力。两者进行持续缠斗，那么歼20就有一定的优势。另外，在机载近距离武器和自卫防御武器的使用上来看，这两种五代机使用的武器主要是近距离的格斗弹。目前歼20装备的霹雳10和 F-22 装备的响尾蛇相比，在加速性能和转弯性能上，响尾蛇要比霹雳10稍微先进一些。但是歼20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导弹打完后进入到持续的近距离缠斗过程当中， F-22 就有可能会输给歼20。当然了， F-22 的设计思路与相关的技术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产物。尽管美国干报14年升级 F-22 的电子设备，但是它毕竟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产物。相比之下，歼20采用了目前来说比较先进的技术，比如说 DSI 进气道，而 F-22 由于设计年代太早，使用的还是加莱特进气道。虽然同样都是隐身设计，但是后者在结构的复杂度和重量上就要比歼20的大多了。同时，由于加工工艺的进步，我国的歼20战机在结构空重方面也是要比 F-22 战机轻不少。在这一点上 F-22 是比不了的。当然了，别看歼20的空重要比 F-22 小一些，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歼20战机的尺寸可是要比 F-22 大一些的。这也就意味着歼20内部的空间实际上非常大。这一点也被我国设计人员利用起来，将大部分空间都做成了内部油箱。这也造就了歼20战机无与伦比的内油航程，而 F-22 战机则是出了名的小短腿。还有一点则是航电架构， F-22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设计定型，这也就意味着其电子设备的技术水平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最高水平。而以电子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 F-22 的电子设备水平那可就落后太多了。
当然了，歼20自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还存在着很大的升级改进空间。在新航发配装后，歼20就可以在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上进一步处理，使 F-22 失去中距作战的空间和近距先发制人的优势。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霹雳10的基础上加装数据链系统，使其能够与机载光电传感器铰链共享火控信息，实现发射后再锁定，充分利用机载光电传感器的孔径和视野优势，从而对 F-22 实现近距的首先发现、首先攻击。在 60G 的导弹过载面前， F-22 的超机动作用不会太大。